用劲和用力有何区别？当有人说没力了或没劲了，那之间又有什么差别？从太极拳松和柔的要领来看，用力是肌肉的收缩，用劲是筋膜的伸展。筋膜在现代解剖学是指肌肉包在肌肉外面的一层组织，它和传统武术的筋又有点不同，但是算是最接近的一种说法。那我简单解释一下，怎么来分辨肌肉的收缩和筋膜的伸展。比如说，我们把一只手放在另外一只手的小臂上，然后小臂放松，跟你的手掌放松。当你握紧拳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小臂的肌肉膨胀，那是因为肌肉收缩，所以会造成膨胀，所以你会感觉到。那当你把肌肉放掉，把拳头放掉，然后手指稍微往外伸开，然后伸长出去，你会感觉到你的小手臂变细变长了，就是收缩跟伸展的差别。传统武术里面有一个口诀，或者是基本概念，叫做抻筋拔骨。抻筋拔骨的抻筋，就是把筋或筋膜往外撑出去，或者说伸展出去。那拔骨这个骨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关节，那就是要把骨拔开来，把它松开来，让它有更多的一种活动的空间。那抻字这个字，我们从生活上我们也可以来看看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撑帐篷。帐篷最主要是由杆子和绳子这两个东西把它固定住，把它稳稳的固定在地上。那这个杆子就有点类似我们的骨头，绳子就有点类似我们的筋或筋膜。这个是比较静态的状况。那动态的话，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撑雨伞，尤其是折叠伞。当你把伞由伞柄往上撑起来的时候，它有伞骨和所谓的支架，那会利用这种你撑起来的这个动作，它会把这个支撑架跟伞骨把它撑成一个圆弧的形状，那这个就可以来挡雨或者说挡风。那这个就是撑的方式。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要做到抻筋拔骨，类似像撑帐篷或者说撑雨伞的方式。我先来讲解太极拳或内家拳在手的抻筋拔骨的方式。以手来讲，有最主要的两条筋，一条就是手肘内的筋，一条就是手肘外的筋。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用压手掌的方式，比如说我手掌往下往内压，你会感觉到手腕内的这条筋有被拉长。那你把手背往内往上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手肘外面的这条筋有被拉长，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两条筋。拔骨这个关节最主要太极拳有两个说法，一个叫承肩，一个叫坠肘。承肩坠肘最主要就是要把关节把它松开来。
它是用下沉的方式来让关节去松开来。比如说，我先承接，然后这个上臂就可以继续的撑筋出去，把筋撑出去，让这个上臂可以往上提。再用坠肘的方式，把这个肘关节往下落。那这个往下落的时候，另外这个手就会上来，然后等到上来以后，再用手肘内的这一条筋，把手这样撑出去。那回来的时候也是坠肘，让手回来，然后再放下去。OK， 所以这是简单的撑筋拔骨在手方面的动作。接下来我来讲解一下脚的撑筋拔骨。那脚的筋最主要的筋是我们脚后面的这一条筋，就是由我们的胯关节或者说我们的臀部连到我们的阿基里斯腱，就是我们所谓的脚筋，然后到我们的脚底接上我们的那个地筋。那这一条筋是最主要撑筋拔骨所使用的筋。还有一些筋也是很重要，一个就是这个裆。那裆是靠我们内侧的两条筋去撑住我们的裆。那我们在站立的时候，除了要把我们的胯放在我们的后面的那条筋，我们也要用裆把我们的裆撑圆，就是有一个圆裆的动作。那为什么要圆裆？因为比如说你看伞，它是有一个弧形的结构，或者说你是看一个拱桥，或者是一个圆顶的建筑，这种拱形的结构是比较稳固的，所以我们用圆裆的这种动作来稳固我们的所谓的下盘。那而且圆裆还有一个作用是让你的重量可以直接经过脚这样垂直下去。如果说我们是做这种斜的尖字形的这种方式，不是圆裆的话，你的重心其实不是顺着我们的脚直接的垂直的落到地面上。对，所以圆裆它是有这种功能。做平行移动的时候，你是用，比如说我现在重心在左边，那我用左边的这个裆内部的筋把它往外撑出去，就是往我们的尾闾这边撑出去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移动，然后等到重心在移到右脚的时候，再把我们的重量放到我们的胯上面去。如果说你是用膝盖来移动，或者说用上半身来移动，那你的下盘就不会很稳。有些人可能有些经验，就是你伞的伞骨跟那些支架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但是如果不小心伞骨折歪掉了，或者说支架有折损，那你这个伞可能就撑不开，或者说撑开来以后也许会把那个伞面弄破。所以这个结构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看看伞，虽然它说是一个圆形的或者圆弧形的形状，所以它可以挡风或挡雨从外面进来，但是我们可能有些人也有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风从伞里面吹的时候，你可能会把伞吹坏掉，或者说你根本会被吹跑。所以在我们站立的时候或站桩的时候，除了要圆裆以外，还要做一个裹裆的动作，就是由臀部后面的这个筋把
往外撑，然后往前、往外、往前撑，就是用一个有一点像弧形的动作把这个我们的裆裹起来，所以这个叫裹裆，然后这个是圆裆。那你在做这个时候，就是会把内跟外都撑住。之前有提过，你撑筋的时候是撑后面这一条筋，然后你圆裆的时候是撑里面的这两条筋，所以然后裹裆的时候是撑后面的。那这三条筋都是用撑的方式把我们的下盘稳定住。所以这个是站桩的基本要领，就是我们就是有关胯以下的基本要领。然后你从胯以下用撑筋拔骨的方式撑住以后，我们就可以放掉我们的胯，就是所谓的落胯。这个就是我们脚要做到撑筋拔骨的一种方式。接下来我来讲解一下坐下起立或蹲下起立的动作，也是用撑筋拔骨的方式。那我们要坐下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把我们的筋放掉或放松掉，因为你还是要用撑筋的方式把筋撑上来。那至于说撑筋的话，我们撑筋最主要是由靠近腰的筋往外伸出去。所以比如说手的撑筋是先由承肩先由肩膀，然后由大臂，然后再小臂这样撑出去。那脚也是这样子，你就是用大腿后面的这个筋往下撑，然后经过小腿。第一件事情要先落胯，而不是弯曲膝盖，因为一旦你弯曲膝盖，或者说往前往下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跪下的动作。那你这样子其实会对膝盖造成某种压力。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先落胯，或者说所谓的坐胯，就是把胯放在我们的后面的这条筋，你这样落下的动作，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坐下来。OK， 所以这个是坐下的动作。那你要起立的时候，那有一个动作是很不好的，就是有些人他要起立的时候，他是把手放在膝盖上，或者说大腿这边，然后想说用这种压的方式把身体站起来。但是这样子起立的方式是很不好的，因为你不但对你的膝盖会造成一些压力，而且因为你身体往前倾，你的重心不稳而往前滚，那所以这样子是不好的。那怎么做到？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先感觉到你的后面的这一条筋是先往后撑，然后往后以后就有一个往上的动作，所以就是这样子撑起来，这样子撑起来就可以把身体撑上来。那蹲下来的动作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把胯落在我们后面的那条筋，然后也是慢慢的筋撑住，然后我们坐下来，我蹲下来，然后起立的时候也是后面的这条筋，或者说胯先起来，然后撑住，然后这样子站立。那你会看到，当我在做蹲下，尤其是起立的时候，我的关节，膝关节是往后的，而不是往前的。用到撑这个字的例子就是撑杆跳。那撑杆跳，当杆子撑在地上，然后要把运动员拉起来的时候，你
杆子的接触地面的那一端就类似我们的脚底，你运动员握住杆子的那一端就类似我们的胯。那杆子弯曲的最弯的那一点，类似我们的膝关节。那你会看到这个杆子是往前移动，但是那个移动是因为运动员助跑造成的惯性，所以它往前移。但是如果说你看杆子的两端，当它撑直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对于这个两端来说是往后的动作，而不是往前的。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撑筋拔骨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膝盖都是往后的。那我们要蹲下或坐下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要把膝盖往前或往下跪下去，而是说用胯往后往下落下去。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膝盖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你的动作都是往后。这个传统武术说膝盖不要超过脚尖，但是有些人在练习的时候，他就专注在说他蹲下或坐下的时候，膝盖不要超过脚尖。但是这有点是颠倒的关系，因为你是应该做到像撑杆跳或撑筋拔骨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膝盖超过脚尖的问题。以上是手和脚的撑筋拔骨。其实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筋，比如说我们躯干有胸部的、腹部的，那背部有很多筋，而且有些筋是很深层的筋，比如说你可能晚上睡觉姿势不好，那隔天起来你会感到颈部后面深层里面有一条筋就是很不舒服，那你怎么按都按不到，或者说你有时候比如说你坐在椅子上，你要往后去拿东西的时候，因为你拿不到，你就一直伸到突然伸到某一个点，你会感觉到你背部后面腰那边的筋有被拉到，这些都是比较深层的筋。那我们要做撑筋拔骨的练习的时候，当然是所有的筋都要去撑，因为你这样子把筋撑松了以后你的活动会更灵活，而且你也比较不会有那些比如说筋骨酸痛的问题。怎么去做到撑筋拔骨的练习？当然你可以去练内家拳，或者说太极拳，也有很多道家的所谓养生功法也是值得去练习的。比如说像最常听到的就是八段锦。那八段锦在做这些练习的时候，也是要尽量把筋跟骨把它往外撑出去。比如说第一是那个双手托天理三焦，当你往上举的时候，托天要把我们手的筋往上撑出去，然后你往下的时候，也是要在做这个弧形动作的时候，也是随时都要把筋往外撑，这样子就可以做到撑筋拔骨的练习。这个往上托天的时候，你的颈部要往后，但是你这个不是直接往后就仰头，而是你要先下巴往上提，让你这个颈部后面的筋先拉长再弯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你如果说直接往后仰天的话，你的颈部其实没有做到拔骨
拔骨的功能，因为你只是弯曲而已。所以你有看一些讲筋骨练习的视频的，他们都有强调要先把骨头拉开来，就是把关节拉开来。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颈关节先往上撑，那往上撑的方式就是把下巴先往上提，让你的颈椎可以先有一个拔骨的动作，然后再弯曲。那再说到太极拳为什么讲究松？因为如果说用力是肌肉的收缩，用劲是筋的伸展，那中间的状态就是松。但是有些人他练了松以后，他是筋是松了，但是你如果说不伸展的话，你就会没有劲，或者说没有力。所以太极拳的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领，但是不能松完以后没有劲。那要有劲，就是要抻筋拔骨。